我打7、8场的 KD 是1.85，我的胜率是20%，金牌2差不多56分，我现在掉到金牌1的64分。那如果你对面平均牌偏低，可是你输了，那你一定会扣多啊，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。他给你你去打高的，你去挑战困难的，他给你高报酬啊。你去挑战简单的，你输了，那当然也会有一定的惩罚。就是影分这东西，你一生中你打太烂，回不来的。你看这个人，你看一刷炸裂，真的是炸裂，我也不能理解。880分减22，你看这一场。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，第一局8比13扣了27分，13比10加了27分，第三局9比13扣12分，第四局3比8 match MVP 加了13分，全场 MVP 25杀4个助攻扣了18分，然后再来一场扣了22分。我们3排3个人都是铜牌，遇到的队友一个铜牌，一个未定级，然后可以看到敌人一个银牌，一个铜牌。然后又有一个银牌，然后2个统一，这局还算是公平的嘛，一样是3排，3个都是铜3，我们的队友金牌1，银牌3，然后敌对4个银牌，1个铜牌。那你从这张图你就可以发现，这边只有1个金牌，但是他们那边却有4个银牌。从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，它的匹配系统是非常的奇怪的，它不是说看你铜牌，然后你就会排到铜牌的敌人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排到的其实是一大堆银牌，甚至还有金牌的，非常的奇怪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，下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是铜3，然后我们有一个铜2，然后一个银2，然后一个铜3，然后一个也是铜3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敌人这边银牌、银牌、铜牌、铜牌、银牌。再来下一张图，对面非常扯，3个银牌，2个铜牌。在前几集的影片，有许多人提到可以创新的账号重新定型看看。我虽然理解这个建议，也知道这是许多玩家测实力的方式，但问题核心不在于我能不能上银牌，而是系统如何评价实力以及它是否公平反映玩家的表现。如果一个人需要重新创账号才能正确被评价，那代表评分机制本身就有问题。还有很多人说，评分是根据长期表现和大数据评估，这是设计上的必要制度。我知道影分是必要的，能避免段位过高而导致体验不平衡，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透明的理解自己的影分变化，也无法确认系统判断的依据。如果一位是多场 MVP 的玩家得到比垫底者还要更少的加分，那系统应该至少要给出明确的理由或者是数据的说明，而不是一句影分有很多因素。7连败怎么不找自己问题？你买不起房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结不起婚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买不起车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也找你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为什么别人就欺负你呢？为什么就你每天上10几个小时班呢？为什么你就月入2、3千块钱呢？全部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买不起龙的传人呢？为什么你1小时他妈的工作1小时肉蛋奶米面蔬菜你都买不起呢？找下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什么都找自己问题，上不去分也找自己问题，你对象我都有炸了，怎么找自己问题啊？然后又天天逼，把人逼得逼疯了，把人逼得出格了，把人逼得激进了，又开始绕过来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太激进了，你太出格了，你是负能量。前几集我们采访了这么多人，他们都是花了自己非常多的时间在这款游戏上面，也训练了非常久，才能得到现在的表现。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 KD 基本上都可以超过 1.5， 甚至还有 1.85， 但是得到的胜率却是20%这种惨淡的结果。这种否定他人努力的方式，完全是打破我们的自信以及训练的动力。因为不是我们不想努力，而是我们在这个机制的打压下，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练枪以及训练的动力了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就拿我上一期的比方，你今天在玩一场游戏，而你的敌人是能力比你高出几千倍的那种非常牛逼的天才，而在游戏结束后，他却给你打出了0分的成绩，而理由是因为你打不过对方，太烂了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？现行的匹配机制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他先给你一个段位比你高很多的对手，然后再来输了再扣你分。但是我们以为这个扣分是正常的，是因为呢，我们认为输
输了本来就应该扣分，但是我们输了，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上去，但为什么这些努力得出来的成果还是要扣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对于金牌的方面，我们就是不了解。那我们目前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那就是我们只需要学会要上银牌这个目的所要学习的东西就好了。但现实是什么？我们排到的都是一些金牌的敌人，甚至呢，我们也很少排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银牌3以上一个场次。而当我们在这个过程连输了好几场，这个系统只会对我们说你输了，所以你只能继续停在这个段位。但殊不知，他们根本就还没有让我们享受上银牌之后的场次，我们也无法从中学习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们都在打坐牢场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从中去体会任何的经验，我们也无法将这个失败转换成成功。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打不好才怪系统？是，想讨论的重点不是我玩的好不好，而是这个机制能否正确的回报玩家的努力。如果你觉得我努力不够，那也没关系。我们采访了几位资深的玩家，他们也分享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不同的观点，你可以参考第2和第3集。你是不是想说我打得好也不一定会加分？没错，我想说的就是现行的机制的加分逻辑不等于表现。有时你表现很好，但系统仍判定你应该赢得更多而给的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努力就变得无法被合理的量化。那在最后，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。我们不是反对训练，但问题就是这个时间成本与奖励机制的不对等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其他游戏我们可以在1年内就得到银牌、金牌这样的成果，但为什么我们在特战1号玩了1年或2年，我们只能得到铜、银、金这个结果呢？那当然，最后要提出我认为合理的加分机制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段位补偿，这个是许多其他游戏也在做的事情，那就让低段位拥有一个可以加比较多分的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提前去体验更多不同的环境。再是个人表现，这里的个人表现当然不是你 KDA、拆包、装包等等指标，当然也要算进去。然后就是团队表现，因为这也是一个团队游戏，所以个人表现跟团队表现应该要是一个平等状态。然后再来才是看比分，再来影分只是用来辅助用的，不应该成为影响分数最大的关键。所以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，我们真的有选择去掉分吗？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权，因为这个机制不是我们定的，匹配机制不是我们排的，影分机制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是因为如此，我们大家都无法改变任何这个机制下的任何一环。我做这个影片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泄，也不是为了要求拳头一定要改变，我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结论应该由社群来讨论。如果玩家们之间只是